欢迎收看第1082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的事情。局势呢瞬息万变啊，目前总的趋势是，有利于美国在进行的。那当然了，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非常多的假消息，以及非常多的基于这些假消息之上的分析啊。那么两边都有啊，支持哪一边的都在散布这样的消息。但是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只要大家不偷懒啊，你把这些消息直接丢给 AI，让它先做事实核查，然后再做分析啊，你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尤其是对于一些以往的这个信用不太好的人啊，喜欢发这个大长文的，你也懒得去看他到底说了什么的，很简单，整篇丢给 AI 啊，你再看 AI 给你去分析啊，很省事儿，而且省时间。那我们今天聊什么？我觉得呢，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我们来聊一聊哈梅内伊是不是该死；第二个主题呢，我们来聊聊伊朗这个局势往下发展啊，那是不是有利于伊朗的女性的这种权利的解放？那首先呢，哈梅内伊，我先说观点啊，因为在网络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替他洗地，说美国、以色列对他是一种暗杀，包括中共的官方用词说是哈梅内伊遇害啊。我说我的观点啊，我认为哈梅内伊啊该死，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死，他都应该死啊。别说什么这个道德什么国际法这些东西啊，你过去这些年他在伊朗做的这些恶，你都没有办法去遏制他的情况下，那么现在啊，他就应该死。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反人类罪。我们就从女性这个角度切入啊，因为他犯的反人类罪太多了啊，仅此一条他就该死啊，就是对女性这个权利的一个侵害。我们知道之前的巴列维王朝，伊朗呢曾经把这个女性的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了18岁啊，18岁以下是不允许的，这是同婚，对吧？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长期的恶习了。那么好，到了这个霍梅尼啊，现在的这个伊朗，然后到哈梅内伊，他们把这个法定结婚的年龄从18岁降到了9岁。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现在你看到的这些话，包括中文翻译啊，这个是哈梅内伊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叫《解答疑难》。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书呢？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有一点奇特啊，它不只是一个关于你信仰的宗教。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宗教都是一些就是形而上学的、很玄学的一些东西啊，解决的是你的心灵啊、你的信仰之上的一些问题，它不会牵扯到你世俗的很多的方方面面。但是伊斯兰教不一样，它是从约束你的世俗行为中的每一个行为来建立这个宗教的，所以它管得非常的细。那我们所以就需要由这个宗教的这些什么领袖啊、教士啊，然后给大家去所谓的解答你的疑难啊。实际上呢，干的是什么呢？是约束你的这个心灵和行为啊，套上这个宗教的外衣，你就被完全禁锢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即便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个穆斯林，虽然他的平时的一些想法已经很开化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明的啊，很这个有这个现代文明气息的穆斯林，但是当聊到这些宗教上对他的这些禁锢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挣脱，他就又掉回去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伊斯兰教这个危害是很大的。那么好，哈梅内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他说了什么。你看啊，说不允许在妻子未满9岁之前与他发生性交，这句话很可怕呀！就不是说你9岁才可以结婚啊，是9岁之前可以结婚，这就可以成为你的妻子。但是，只是在9岁之前，你不能与他发生性交啊！你看，无论是永久婚姻还是临时婚姻，但是呢，它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享受和亲密行为，例如带有欲望的这个触摸、拥抱，以及这个词我不会念啊，就是他们这个语言里的叫一种就是非性交行为的摩擦行为啊，
这就是这个中文这个华语世界里有一个烂梗啊，经常说什么我就蹭蹭不进去，这个大家都听过啊，比较黄色的一个梗，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行为。所以你看，哈梅内伊说这些行为被认为没有法律问题，即使对象是婴儿期的女孩。你看了吗？就是你对一个婴儿期的女孩，你没有，你当然不能跟她去性交啊，这是违法的。但是你就是说没有性交，没有进去，你就是蹭一蹭，你这个摩擦，你这是一个这个猥亵啊，这些都是不违法的。所以你看看这个伊朗这个政权得有多么的邪恶，这哈梅内伊这个人得有多么的邪恶。如果从这个点上还有人去为他洗地，说他还算是进步的，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个解答疑难呢？是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男性这些男穆斯林有的这个行为更加的恶劣，所以你们目前看到这一段文字对他们还是一种约束了，还是一种进步。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简直就是丧失天良啊！所以就从这一个文本我们都不说这个他血腥镇压伊朗人的抵抗等等这些，包括这个处置这些意见人士政治犯什么，这个我们都不说这些东西，就仅此一点，他就是犯了反人类罪，他就应该死无论是被炸死、被暗杀、被毒药死、被任何形式的，你说这个行为是突破了人类的什么道德、什么国际法都扯，不要扯，他就该死什么样的方式弄死他都是对的。所以说回来，关于这个，现在哈梅已经死了，是吧？那么好，这场战争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把这个政权推翻，那么有没有利于这个伊朗女性权利的一个解放呢？好，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天，这个西班牙对于这个战争行为是反对的，是吧？那除了这个首相桑切斯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有这么一个西班牙的这个欧洲议会的议员叫 Elena Mondelo 这个女士，她说了一番什么话呢？她就说这个美国历次的这些战争、这些轰炸，其实最终都不能带来女性权利的解放。你看在这个叙利亚没有在伊拉克没有，在黎巴嫩没有，在阿富汗也没有说这也会在伊朗发生说这个他们只是表面上在说我是为了女性权利。那我其实就想问这位议员了，那么当这个伊朗就说这个同婚的这个事情这些猥亵的性行为的事情，18岁降到9岁，甚至对婴儿期的女婴都可以这么去做，这些事情发生了几十年了，我就想问这位议员，你说过什么吗？你有为这些女性说过什么吗？你穿着光鲜亮丽的，你在欧洲安全的不得了，然后你现在讲这样的话，你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治作秀吗？对不对？而且提到阿富汗，它里面阿富汗在这个美军去打了阿富汗之后，从01年到21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阿富汗的女性的权利是不是得到解放至少可以上学吧？你现在又回去了，对不对？塔利班执政了，现在女性又不能上学了，所以这难道不是一种争取吗？当然了，就是我们从这个反战的角度来说，战争确实不能解决任何的所有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解决是短时期的，它没有办法带来一个长期的一个改变。那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社会长期的改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个情况会更复杂所以反战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为了反战反倒说出这样的话，对吧？那当然了，这儿还有更过分的，给大家看也是一个女性的发言，这个上官乱我们之前批评过的。我们不看他这一篇其他的关于其他话题的讨论其实他们的方式很简单嘛，就这样的这个配合中共认知战的这一个小矩阵的人说话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长文也好，节目也好，都是70-80%的这个摘出来的一些事实他并没有说谎，但是他把这些有利于他观点的这些事实，就像他这篇文章里一样罗列在一起，70-80%，然后呢还夹杂着剩下20-30%的一个私货，那个才是他真正想输出的。或者说
他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的真相，才是大家应该去关注的点。所以面对像上官论这样的文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你逐条的或者整篇的你都丢给 AI 让他分析，你就问他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真相他没有说，他隐藏了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就去问 AI， 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我在此不过多分析他这整篇文章了，就是没什么可分析的垃圾。但是我就想说这第一条，因为涉及我们今天主题啊，他说女大学生比例超过60%，就说这个伊朗现在这个政权，这个数据是真的，有的时候比这个60%还要高一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伊朗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入学率高啊，但是不代表她就业率高，不代表说她的社会地位就高，她的女性权利没有受到侵害，这是不能画等号的。你为什么这上官论为什么在这儿不多说两句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女性的不好的这些东西全说出来呢？就无耻这些人。所以面对这些无耻的人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放一段一个视频，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这个偏左翼的人士啊，再去进行一个反战啊、反美、反以、反特朗普啊、反各种，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作秀，就是表达他的一种政治正确。这都是作秀啊！因为之前伊朗政权屠杀他的这些人民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对不对？刚才我说的这个最早说的这伊朗的这个把这个法定这个发生性关系的这个年龄啊，从18岁降到9岁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对不对？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发生在意大利啊，有一位这个在意大利的伊朗女人啊，在痛骂这些政治作秀的这些人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Sotto fuoco sotto regime iraniano. Come siete stati in silenzio? Il regime iraniano in 2 giorni ha chiuso internet, ha ucciso 40.000 persone, 53.000 persone sono in arresto, sotto tortura, le donne sotto violenza. Dove eravate? 10.000 persone accecati. Eravate in piazza quando abbiamo organizzato noi. Non avete mai organizzato da voi dovevate organizzare. Ora siete qua per dire cosa? Che il popolo iraniano ha chiesto aiuto. Che il popolo iraniano ha chiesto aiuto. Per quale motivo? 所以啊，不要再扯什么这个国际法啊，什么这个战争啊，不能够对这个什么最高领导人进行斩首啊，什么主权的国家你不能去干预。现在这个国际法它就不应该存在。在当年发生卢旺达大屠杀的时候，国际法有用吗？能干预吗？中国发生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就8964的时候，有用吗？国际法？所以现在这个国际法有什么意义呢？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个政权在屠杀4万伊朗人的时候，这国际法在哪里呢？你们的抗议在哪里呢？所以就应该连同这个国际法，连同这个哈梅内伊，连同这个伊朗的这些极端的这个教士群体，这些所有的这些邪恶的东西，就应该给它全炸飞了，全炸毁了，这就对了。一切啊，当然了，战争还是那句话，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它也会滋生新的问题，这是后话。这个点上，先要消灭它，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怎么去重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感谢收看、订阅、分享。